大家好，歡迎來到紅牆觀察節目，我是美玲。中共政局可謂是波詭雲譎。日前召開的政治局民主生活會當中呢，習近平的講話已經被大幅的縮減了，而他軍中的親信何衛東也在近日被正式罷免了人大代表的資格。那麼軍中第一大秘鍾紹軍出事的消息呢，被海外熱傳，從中呢反映出了習近平的真實處境似乎是很不妙。2025年的12月25號到26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所謂的民主生活會。從這個會議當中呢，讓外界再一次探究中共黨魁習近平到底是否失去了黨內大權的內幕。12月26號，在中央政治局生活會結束後，中共喉舌新華社發表會議通稿。外界發現，今年通稿和此前相比出現了敏感的變化。我們來舉例來說。2024年通稿當中列舉了中共政治局成員發言時所聚焦的5個重點，這其中呢包括維護黨中央權威和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不用說呢，我們也知道，這是為了凸顯中共黨魁習近平的所謂一尊的地位的配套化。但是在2025年末的這份通稿當中，新華社同樣列舉了中共政治局成員發言時所聚焦的5個重點，但是外界驚訝地發現，這次新華社通稿裡不再包括此前必備的維護黨中央權威、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反而是新增了所謂的帶頭敬畏人民、敬畏組織、敬畏法紀。時評人中原在海外中文媒體撰文，舉例指出，新華社在這2年關於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會的報告當中，大幅縮減中共黨魁習近平的講話內容。在2023年的通稿當中，習近平講話內容有8段。而且呢，超過了1800字，而到了2024年，習近平講話內容變成了6段，被縮減為了不到1200字。而在2025年的通稿當中呢，習近平講話內容只剩下5段了，被縮減到不到800字。我們從中呢可以看出，2024年是一個分水嶺。在當年7月3中全會期間呢，外界紛紛熱傳習近平腦中風倒地的消息。雖然現在我們還無法證實該消息的真實性，但是從這年末的政治局民主生活會的通稿當中呢，習近平講話內容被縮減1/3的篇幅，以及2025年這次通稿當中只剩下不到800字的情況來看呢，習近平在中共黨內的政治地位確實是大不如前了。而且呢，從下面的對比當中呢，我們也能看出他的黨內大權也是在不斷的被削弱。中國黨媒新華社在2024年的政治局民主生活會通稿當中提到，習近平要求中共政治局成員要做到帶頭遵規守紀，擔負政治責任，並加強對家人及身邊工作人員的教育管理等。但在2025年的通稿當中呢，習近平在講話時竟然不直接針對政治局成員提出如上要求了，而改為對領導幹部們提出要求了。這對於習慣於彰顯自己定於一尊權威的習近平來說，如果不是其在中共黨內地位發生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要想讓他乖乖地改變腔調，談何容易呢？2025年的12月25號，獨立時評人蔡勝坤在其自媒體節目中爆料說，中共黨魁習近平的第一軍中大秘鍾紹軍已經確認被抓了，這就意味着鍾遭到徹底的拋棄。據蔡勝坤披露說，鍾紹軍在火箭軍和中共前國防部長李尚福出事以後，就從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的位置上被挪走了，並被悄悄任命為了中共國防大學政委。但是隨着苗華何衛東大案的越查越深，鍾紹軍接下來也是很難過關，以至於在近日，中共軍紀委直接帶走了鍾紹軍。他身為最年輕的中共中央委員之一，為習近平效忠長達22年，最終卻沒能被保住。這就顯示出了中共高層對外釋放的信號絕非一般。那麼說白了呢，其主子習近平現在已經是自顧不暇了，再也無力保全這個非常重要的軍中大秘了。蔡勝坤表示，據說鍾紹軍是苗華何衛東團夥裡最重要的一個核心成員。這個原因呢，就在於鍾紹軍認為苗華與習近平在福建時期就是好友，所以鍾紹軍和苗華就互相利用，提拔彼此推薦的人。在這個過程當中呀，自然也就有很多腐敗的交集。蔡勝坤披露說，是凡是苗華推薦的人選，鍾紹軍都是一概打勾。而對於鍾紹軍推薦的人選呢，苗華也都表示認同。
最終報到習近平那裡去的軍方晉升人選，都是苗華和鍾紹軍認可的人。蔡勝坤指出，習近平這些年提拔的將近80個將軍，現在我們來看呢，到最後不出事的估計也是寥寥無幾。那麼對於這一點呢，旅美時評人王友群在海外的中文媒體撰文指出，中共黨魁習近平上台的這13年當中，已經晉升了81名中共上將，但是在中國20大以來的3年當中呢，伴隨着中共軍隊持續的大清洗，至今已經有14名上將被官宣落馬。這其中呢，包括何衛東、苗華、李尚福、魏鳳和、原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常務副主任王秀斌等人。現在沒被官宣落馬，但被失蹤至今的中共上將至少有23人。這其中呢，包括中共軍委政法委書記王仁華、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徐啟林、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許學強，以及被傳去世的空軍司令常丁球等人。這些人加起來就有了39人了，已經佔習近平晉升81名上將的人數將近一半了。他們的職位呢，也涵蓋了從中央軍委副主席、軍委相關部門以及海陸空和火箭軍的這4大軍種，甚至呢是東西南北中這5大戰區的重要將領等範圍。2025年的12月22號，在北京八一大樓舉行晉升上將儀式。中部戰區司令員韓勝言和東部戰區司令員楊志斌被晉升為中共上將。據中共喉舌央視播出的現場畫面顯示，只有4名现役上將出席晉銜儀式，他們分別是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張生民、中央軍委委員劉振立以及中共國防部部長董軍。那麼如果再算上最新晉升的上將韓勝言、楊志斌，中共全軍现役上將只有6人公開現身。王友群指出，張又俠是前中共黨魁胡錦濤當軍委主席時期晉升的上將。那麼如此算來呢，在2025年年末的晉升上將儀式上呢，由中共黨魁習近平晉升的上將只有5人公開露面。王友群指出，由此可見，習近平這次晉升的其他现役上將幾乎可以說是全軍覆沒。目前呢，我們對這一推斷還無法完全確定，但從中呢，我們可以看出，習近平的黨內大權確實在不斷的被削弱。這點從被他親自晉升的上將紛紛遭到官宣落馬，甚至是神秘隱身的遭遇呢，我們就能夠看出了端倪。那麼說到這裡呢，我們再說說鍾紹軍，他可以說是能夠反映出習近平真實處境的風向標。鍾紹軍是浙江人，今年是57歲。2002年，習近平從福建調任為浙江省委書記時呢，他當時離開福建省，沒有帶走秘書。到達浙江以後，浙江省委就安排了時年34歲的鍾紹軍給習近平當秘書。鍾從此深得習近平的賞識，也成為了習近平從浙江帶到上海，再帶進北京中南海的唯一浙江新軍成員。鍾紹軍從2002年到2024年這22年當中，一直擔任習近平的貼身大秘。習近平把沒有當過一天兵的鍾紹軍安插到軍隊的重要位置上，擔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兼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主任，以及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等重要職務，甚至還被晉升為中將。那麼關於鍾紹軍捲入何衛東、苗華大案，外界一般認為這是和貪腐有關。2025年的10月25號，中共黨校退休教師蔡霞披露說，苗華與何衛東在河北廊坊秘密組建一支完全獨立於任何中共現有的戰區、軍區，甚至是軍隊常規體系外的師級的武裝部隊，而且呢，裝備配置達到副軍級的標準。這支部隊呢，只是直接聽命於苗華與何衛東，而且呢，不接受任何其他中共軍方機構的調度或干預。2025年的10月17號，中共國防部官宣何衛東、苗華等9名上將落馬，並開除了黨籍處分，將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到了中共的軍事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在官宣他們的罪名時，提到他們嚴重破壞所謂的黨指揮槍的原則，嚴重破壞所謂的軍委主席負責制，並且是忠誠失節。旅美時評人唐晉元指出，他們是習近平最信任的人，沒有理由去反對習近平。
那麼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正因為中共黨魁習近平失去了軍權，也正因為他們都是習近平的中心的骨幹分子，所以才要秘密組建武裝力量，想幫習近平奪回權力。所以他們很可能是要奪反習派的權力。2024年的11月，苗華率先出事，被中共國防部官宣停止檢查。此後呢，便有爆料說，2025年的3月11號，中共人大閉幕式結束以後，何衛東被抓。直到今年12月27號，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公告中正式罷免了包括何衛東在內的8名官員的中共人大代表資格。2025年8月30號，蔡聲坤爆料說，鍾紹軍已被免去了國防大學政委職位。另一個佐證他出事的消息的就是，據中共的駐朝鮮大使館官方發帖聲稱，在2025年10月25號晚間，在朝鮮訪問的中共國防大學政委夏志和率隊參加中共駐朝鮮大使館的招待會，這就清晰地表明了鍾紹軍被免去了中共國防大學政委的職務，由夏志和取代。在中共內鬥越來越激烈的當下，作為習近平軍中重要的心腹的鍾紹軍，日前呢不斷傳出其出事的消息，這也絕非是空穴來風。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從中反映出的是其主子習近平的真實的處境，也就是說呢，他的黨內大權已經被不斷的削弱了。2025年的12月22號到27號，在北京舉行中共第14屆人大常委會會議第19次會議。在12月27號的會議閉幕的當天，中共人大常委會會議任命張生民擔任中共軍隊選舉委員會的副主任。而且呢，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也在公告中正式罷免了8名中共官員的中共人大代表資格。這其中呢，不光包括中共軍委原副主席何衛東，還有原江蘇國資委主任謝正義、原新疆區政協副主席金之鎮、原湖南省人大副主任烏蘭。除去他們，剩下的還有4名中共高級將領，分別是原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常務副主任何鴻鈞、中央軍委訓練管理部部長王鵬、王仁華以及原武警政委張宏斌。据中共相關的規定顯示，一旦人大代表資格遭到罷免，就表明了該官員正在接受審查與調查，而這也就相當於了中共當局正式官宣他們的落馬。那麼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中共官方早已發出了謝正義、烏蘭、金之鎮這3名文職官員被抓的官方通報。而上將王仁華、張宏斌和中將王鵬還是首次被中共官方正式出示的消息。在中共的20大結束以後，2022年12月，中共人大常委會發布本屆軍隊選委會名，主任是張又俠，副主任是何衛東，委員有李尚福、劉振立、苗華、張生民、鍾紹軍、王仁華、何鴻鈞、王成南和孫斌。他們中大多數人都可以歸類到習家軍的範圍。那麼時間來到了3年以後，如今再看看這份名單，估計中共黨魁習近平要深感不安，因為其中大部分人都已經出事了。中共軍委政法委書記王仁華此前已經消失好幾個月了。今年10月，中共政法委官網中國長安的領導欄中，也把王仁華從政法委委員名單中悄悄給刪除了。早在1年前，中共前武警部隊司令王春寧和政委張宏斌就傳出了落馬的消息。今年4中全會前，王春寧官宣落馬，而代理武警司令曹軍章中將也被傳出事。確鑿證據就是在12月22號晉升上將軍銜的儀式的當天，曹軍章意外缺席。據中國央視的畫面顯示，代表武警方面出席的是原海軍陸戰隊政委王宏斌中將和駐港部队司令員彭京堂中将。據港媒《星島日報》報道表示，預料彭京堂已被任命為中共武警部隊副司令員，王宏斌則擔任副政委，他們可能負責主持武警工作。今年的10月28號，中共軍委審計署副審計長孫斌的人大代表職務已經被免除。而在4中全會上，中共軍委辦公廳主任方永祥作為候補的中央委員，理應被替補為中央委員，但他的名字卻被跳過了。外界猜測，已經失蹤多時的他正在被秘密地接受審查。這些昔日的習家軍重要成員紛紛出事，也反映出了中共內鬥的激烈情況，已經在不斷地浮出水面了。好的，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點燃希望，為正義發聲。感謝您關注紅牆觀察節目，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我是美玲，我們下期節目再見。